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就压个气嘛。对啊，你的烤鸭还有它的那个盘子。好，我先留好了啦。爸爸他是一个职业军人，所以他的身体之前还是蛮硬朗的。2021年的年中，差不多4、5月那时候开始，他就越来越不想要起来吃饭，睡觉的时间越来越长，不是那么想要走动，但是他还可以走出来客厅，坐在沙发上。2021年的7、8月，因为血尿的问题，送到医院去。那次医院出来了以后，他就几乎都已经开始卧床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们是不是已经错失了可以让他快乐去当天使的那个 moment 这样子？我又看到我爸爸的样子，又让我觉得说 we have to do something。最后的4天嘛，我们前面已经3了，对不对？然后现在2211，所以我们要48克，48克，4杯48克。好，这个56克的用这种图案。我们是在那个11月初的时候就注意到毕医生的部落格，就是有讲到一个这样子的概念跟做法。那之前其实我爸就已经有讲过，说他不要插管的这个意愿，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执行这样子。然后所以后来看到毕医生的部落格，我们跟毕医生开始联络了以后，他就有跟我们建议说，怎么样的稍微减食一点点，在我们那个做最后决定的这段期间，先减食，然后让它舒适一点。然后我们是一直到11月中的时候，就决定说，那我们就定一个时间表，就说什么时候是正式开始这样子，定在今年的1月2号。开始减食，我们预计是差不多以1个礼拜的时间，逐渐减到0这样。因为爸爸那时候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就 make a comment 说，爸爸营养不良，4、5月那时候他就已经不想吃，我们就不勉强他了。然后那时候医生就说要插鼻胃管。那弟弟他在医院里头就是目睹了那个插鼻胃管那种爸爸痛苦的那个表情。度过我减肥的过程中，他们会常常进来帮我父亲所谓的抽痰，透过嘴巴或是鼻子。那其实他每一次进来对我父亲都是一种煎熬。我还记得有一次他要把他那个管子扯掉。4只年轻人的手拉不赢他一只手，差点被他拔出来。对，然后整个状况解脱之后，另外一个又进去又开始吸痰了。整个事情结束的时候，我后来觉得我好像当时是做错事情了，我似乎不该，好像帮着外力去压制我父亲，让他去很痛苦的去接受这些事情。其实我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是对还是错。不同并发症产生之后，到医疗整个完成，我们退回家里面之后，他就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的父亲，延续了病人的生命。接着这个病人可能就要持续继续躺在床铺上10几20年，多久不知道，没有尽头。马婆婆，我讲话你有没有听到？我是毕医师哦。哦，我是你女儿，还有你儿子的朋友。啊？他们很孝顺呢，哈，他们觉得你躺在这里很辛苦，是不是会想要早一点去天上见你的爸爸妈妈？会不会？要不要？爷爷奶奶。
对，要不要去天上见你的爸爸妈妈？他们还是会像你小时候一样，看到你很快乐。我知道你这一辈子很棒，对不对？你虽然受很多苦，可是你当很好的军人，你又当了很好的爸爸，很好的先生所以呢，他们现在都很爱你，都希望你可以早一点脱离这个苦。那我们现在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其实你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根本不想吃那么多东西了，对不对？那我们就让你少吃一点不要一直在灌你了。那你慢慢的你的身体就会变得越来越轻松轻飘飘的越来越轻松了，你就可以到天上去了。你太太很了不起，对不对？从菲律宾跑来嫁给你耶，大老远跑来嫁给你你先去替她探路去替她探路，以后她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带路了，是不是？是的话，舌头动一动你是不是要谢谢要谢谢太太照顾你好多年，谢谢儿女这么孝顺，是不是？对。妹妹跟妈妈他们有很多的疑问，当下没有一个决定。刚好那一阵子我也一直在跟家人们讨论那个预立医疗意愿书。那几天我们有坐下来说，不要讲爸爸，就讲我们自己。如果今天我到这个地步，我想要什么样的 treatment 这样子。整个讨论完了以后，突然之间一切变得很明朗，对这个断食善者有比较笃定的想法，借由慢慢的减少食物的摄取，然后就是慢慢的走向到最后就是不吃不喝这样子。那时候我就回想起2021年5月，爸爸那时候其实已经在做这件事情，只是我们周围的家人都不懂。走下去了，应该还好吧？慢慢把它移开。马上就好了。一下下。手也帮你擦一下乳液哦。好了，小手也擦一下，小手也擦一下，擦干净了。好了，好吧，等一下哦，看一下这个。你很舒服，很舒服对不对？很舒服对不对？舒服要可以睡觉，对不对？那因为我这边主要是军旅的部分啦，然后就像你讲的，可能到这边什么对到哪一个章，你可能要帮忙一下，因为这个我也比较不懂，我也不知道会对到哪里。这个是这个吗？不是啊。对啊，是啊。那怎么没有上面这颗？我们那个是扣子啊。这样子哦。对啊。那是扣子哦。对啊。所以那时候爸爸可能也许本来还有机会再变爸爸想去哪就是去哪。对啊，所以我常跟他讲的，就人生里面有些人可以选择路，有些人是被命运推。被命运推，对。对，
就是把你推到这边，你就只能选这2条，没有了。那有些人就是可以很多条去选。最后等到开放的时候，他才终于回去了。8年。对啊。退伍后还8年之后才能回去。对，那时候他已经61岁了，已经40年了，你看很久哎。你们那时候是多久会写一封信啊？1个月、2几个礼拜，1个礼拜就写一封信，最关键的一封。我那天我说我要念给妈妈听，妈妈说不要念啦，因为里头是少男少女的。这是你回信给爸爸说，外婆答应，外婆答应了，外婆。你记得吗？我们以前通信的时候，刚刚认识的时候，彼此都不了解。后来我们结婚以后，慢慢就了解。现在也经过了50多年了，我们也吵吵闹闹的，也过了50多年了，所以你要放心。哦，你要安心哦。本子好胖。哦，你们去好多地方玩呢18餐呢。哦，这个是那是 Christmas 的时候。放妈妈专辑给你看好吧？好，你看妈妈在这。妈妈专辑不要就低眼睛，太不给面子了。有啦，妈妈在这，你看你们在我家有没有？罗马那个是那个苏联，我们去那个匹兹堡，不是匹兹堡，那个叫什么？是圣彼得堡。今天是第2天只有水，今天是第2天只有水。等一下我们就一起讨论，可是这个要移除，好，要担心的事情。然后现在又开始变比较烫，再一阵，我后来就发现刚刚观察好，就是我们突然间还有一个惊吓，它就会残热，所以我们一定要持续观察，可能是10几分钟后再去做确认，这样子，一阵一阵的。嗨。我们还是我们把饭拿来这。妈妈，我们等一下要讲故事哦，讲有关你的故事哦。今天所有的孙子都到了。庆祝一个人生的乐章呢，我们来大家一起庆祝爷爷 ，OK？ 庆祝，对，庆祝爷爷的一生。爷爷才3岁，日本就一直在攻打。他们那个年代常常都会有日本轰炸机来炸，每次一炸就死了很多人。好，你看那时候爷爷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目睹这些战争哦，所以我知道你们都知道爷爷很讨厌日本，对不对？是有原因的，我们不要笑他说你老古董，怎么还在恨日本？几年前的事了。但是因为他从小历历在目，就是目睹这一些，我们没有经历那个年代，所以不能觉得说什么年代的还这样。我们是非常尊敬、非常感谢爷爷的一生。快要哭了，忍住。道谢、道爱、道歉、道别。马金也不行了。虽然很舍不得，但是我们为了爷爷不要太痛苦，我们还是必须要放手。现在是我们可以跟爷爷在一起的最后的时间。如果有什么话想要跟爷爷说，你们可以找机会就过来看爷爷，然后跟爷爷说一下。虽然爷爷他现在没有办法回应，就趁着爷爷还在的时候，就多跟他说说话。因为不管怎么样，生前做的事身后做的再大的什么事情，也比不过生前的好好的跟他讲一句话，这样可以吗？可以吃蛋糕。
可以吃蛋糕了。人的出生是一个 well prepared 的方式，在迎接一个小孩子。我觉得要走的这件事情应该更重要，就是应该要更 fully prepared。故陆军少校马用昂长官，感谢您一生为国家贡献的辛劳，请您保佑您的子孙平安、身体健康。陆军中士黄伟翔代表军务组向您致敬。立风开。立。透过这一次，我们更深入的了解爸爸，陪伴爸爸的过程中，也陪伴了我们，这样子带着满满的祝福，更多于伤心，也是爸爸在教我们爱。